怎么又开始糟蹋自己了？怎么又想不开玩魔界村了？为什么要玩这个？是不是有什么自虐倾向？不是啊，跨年在家打这个不是很好吗？外面这么冷，然后出去人挤人，从上车挤到下车。每年跨年不是在那边5、4、3、2、1耶，一完然后很空虚的回家。跨年去电动场打魔界村不是开心多了吗？生活过得快乐充实又实在。假设元旦有朋友问你，你昨天去哪跨年？台北啊，这听起来就很平常。如果你告诉朋友说，我昨天去电动场把魔界村破了，哇靠！你在电动场破关魔界村，你疯了吗？你看是不是差距就出来了？这至少可以讲10几年以上，搞不好都退休了还在讲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下次跨年找3、5好友一起窝在温暖的小房间玩魔界村，这绝对能创造出永生难忘的回忆。肺腑之言就讲到这了。我怕再讲下去，明年一堆人找我去电动场打魔界村，结果不是打魔界村，而是打我。这是街机版的初代魔界村，距今已有38年的悠久历史。红白机版是1年后上市的移植作品，大型机台的像素点阵图精致许多，并以高难度闻名，矗立于电动场的机台之间。大概能想象是非常吸引人又具有话题性的。1985年的主流家机是红白机，超任上市是1990年的事情。当时我还在游泳比赛，整靠国外 wiki 跟游戏画面去推测出当时大型机台的环境，也许是这样。所以假设有一位没玩过魔界村的路人去偷妈妈的钱投进机台里，他至少能玩到多少时间？9秒，其余时间都在水深火热当中，好像你欠任何生物钱一样。你不应该诞生于这个世界，你从头前开始就是法则上的错误。你为什么要玩一个被包装成电玩的刑具？这些恶魔的攻击仿佛在如此低语着。不过第一关的难度我必须老实说，出完3条命，我认为是蛮有机会过关的。关键在这只盘坐于地上的王者，也许是制作人的最后良心。对，他会下来逛街，这是街机版红恶魔才有的破绽。每个地点的红恶魔都有不太一样的规律，大部分能靠近他们出发飞行，在等他下来逛街的瞬间解决掉，或是有些其他固定的行动，缴个几次钱就能找出规律。而红白机版就是一只懒觉苍蝇，行动完全随机，还不会下来走路给你打。街机版止步于第2关就很正常了，毕竟有杰哥妙妙屋这个大难关，里面有好几只杰哥。打杰哥前还要先拜拜，不然有50% 的几率从边边出现毒星乌鸦来攻击你的屁眼。干！不过街机版比红白机版简单很多，杰哥跟乌鸦的移动速度慢得合理，亚瑟的连射更好按，没有隐藏盔甲，慢慢打也不太容易爆甲。下楼梯不会被关厕所，杰哥能任意穿墙，很多难点都是红白机才有的。最后2只独角兽也是没什么威胁性，被打到只会痛到跳脚而已，很少爆冲，5分钟就过关了。2个版本难度明显有差。第3关最靠腰的红恶魔3连战也是，第1只有大几率飞到这个高度让你打，第2只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只有最后的大哥有领薪水，认真顾好家里门口，偶尔露出逛街的破绽。本来第3只应该也是很简单的，但是街机版开了一个大玩笑。到这以后，是不是掉了？为什么不见了？算了也好了，打龙用十字架打龙太难了。街机版是会因为画面上只能存在一个道具的关系，晚出现的会覆盖掉已经出现的道具，导致出现国王的盔甲。龙可以先拉画面偷 A 好几下，反正这台投钱只有给你玩几秒的意思，偷点击根本没什么罪恶感。愿意玩这台刑具已经是给制作组有赎罪的机会了。第4关简单到没什么好讲，第5关就不是了。不觉得你会乖乖吃？你在那边哇哇叫，肉好了没？干！魔界村要你死的时候，做再多都是多余的。这一趴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我摸梯子的同时，上面伸出一只小恶魔，还被字遮住。这时候我有2个选择，往上或是往下。小恶魔还很远，根本没理由回去，所以我选择往上。但是下一秒，下面伸出一只会飞的保险套，飞行轨道彻底封锁的逃生路线。小恶魔已经摩拳擦掌要过来滴死在我的脸上羞辱我，我没有任何能阻止死亡的手段。爬梯子这段我已经做到最好了，我唯一做错的事就是玩这款游戏。
所以要记住一句话：魔界村要你死的时候，你做再多都是多余的，缘分到了自然就会上去了。然后撒旦跟垃圾一样，烂到让人想起洛克人克斯六。第6关难度跟红白机差不多，这条龙一样可以靠 bug 把它消失掉，心里不需要有什么罪恶感。然而第6关最需要注意的事情，就是看有没有人偷带尿壶，这超级重要，它会发生你意想不到的悲剧。操！啊！还能说什么？如果你在电动场看到疯狂8神，那肯定是他在魔界村第6关被带着尿壶的敌人换掉十字架。我很意外，我当时没什么情绪海啸，可能我的身心灵早就死了。从第4关开始才有机会打到十字架，这也是街机版最不合理的地方。过关条件武器只能随机取得，后来移植到红白机才有必定取得的方式。大型机台敢绑这种大胆的破关条件，初代魔界村是我玩到的唯一一个。干掉2只撒旦，最后打了 Devil。根据国外 Faden Wiki 的资料 ，The Devil 的原型来自于所罗门72柱魔神的雅斯塔路，外形被设定为魔族公爵的模样，其他没有太大的关联性。受伤判定只有腰部一小点，大概一跳只能给予1-2次伤害，比红白机版强。但是妈妈的钱包才是老大，第1轮老样子。告诉玩家，这间房间是撒旦创造的幻觉，必须再破一次才能看到结局。第2轮真的没什么好讲的，只有少部分敌人速度变快，几乎感受不到跟第1轮有什么差异。第1轮算是隔一段时间的复习，花了2小时出头。第2轮花1小时杀到恶魔房。出完红白机是2轮各7小时左右，花了一大堆钱，就是为了看这段可笑的文字。你是勇气与智慧兼具的骑士，使你的体内感到强壮。返回起点，再挑战一次吧！挑你妈！后来上网找到街机版限定的秘密，任何一块墓碑打15下会变成青蛙。就这样，这就是街机版初代魔界村的全部。魔界村对我而言已经彻底结束了。哈？三小？刚刚的初代魔界村只是我创造的幻觉，想拯救你的 Switch 就来大魔界村吧！你他妈怎么不去100连跳啊？我真不敢相信玩魔界村会玩到 Switch 被绑架，这比360安全卫士还毒。我更不敢相信魔界村还有续作，一样还是大型机台1988的大魔界村。投币前有演出一小段故事，亚瑟出了一趟远门，但没有详细交代去哪。过了3年，魔族才来偷珠宝，亚瑟归来，人民逃难。我是为了拯救 Switch 被逼来的，不然我才懒得理这些人呢。魔界统治者路西法来夺走王国所有人的灵魂，公主又出事了，唯独亚瑟没事。我怀疑这群恶魔喜欢看人痛苦而已，就跟绑架我的 Switch 一样。游戏很唐突的开始，也许有人跟我一样，脑袋在留恋刚刚的恶魔叫路西法，跟以往认知的路西法发生强烈冲突。根据Faden Wiki 资料，英文版刻意使用罗马拼音的写法来避开美国审核，怕扯到宗教问题。在 ND 版被改为洛基，上一代日版的十字架在美版被改成盾牌，也是一样意思。以命名推测是根据失乐园的典故，引领众天使反叛上面的地，结果失败被逐出天堂，在地狱成为魔鬼的首领。大魔界村的魔头题材来源大致如此。回到游戏本身，画面明显更加精致，新旧版同时比对就能高下立判，尤其是草皮跟背景变得很精致。大魔界村明显有针对画面下过功夫，守关敌人也是全新设计，没有拿上一代当兼用敌人，顶多是行为相似而已。我超喜欢这代的死神杂鱼，出来之前还先偷看一下，提醒大家他要出来逛街了。所有敌人都会先让玩家看到，给人有时间提前反应，不像初代敌人在鸟地方冒出来直接死亡宣告。盔甲能升级成金色，使用蓄力攻击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蓄力攻击期间居然有无敌！我不敢相信制作组肯给予第二个无敌时间在爆甲以外的时间点。我仿佛看见魔界村头上的乌云透来一道名为希望的曙光，难以言喻的感动。这把剑是新武器之一，一剑抵2次长枪，威力很大，一看就知道是我这种高手在用的武器。第一关前段没什么困难点，中间有段懒觉点，路霸小旋风，在他停下来之前完全拿他没辙，轨道很烂还强迫到退路，只能抓准轨道跳过去，等他停下来再打也没什么意义，因为大部分过站才会停下来。后半踢到铁板了，敌人占尽地形优势，随便吐个口水我就死了。
BOSS 关厕所慢慢把我玩死，我才意识到手上这把破剑是卡关的元凶。在玩家没有血条的世界里，拿近战武器先卖2栋房子再说，远距离的长枪还是比较可靠。哎 ，easy， take a key for coming in。第2关前段没什么好说，中段这个蛮好笑的。这是什么苍蝇哦？怎么桥会断？靠呗。桥会断，但是都断在不致命的地方。即使掉下来，下面这只也没什么想吃你的意思。蜻蜓也是出现少少1-2只而已，不像初代有满天飞的保险套。而且这时候才知道这代有个伟大的改动。谁可以做时光机去未来教教蓝色机器人把手抬起来往上射？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。刚刚的第1关其实应该也是很简单才对，多一个往上射真的差太多了，完全没有理由批评这是一款整人游戏。这完全是公平公正对动作玩家发起的挑战书，终于能跟某个红色苍蝇站在同一条起跑点上互相较劲。干太，他这个很鸡巴他比那个阿努比斯干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居然打死了！后来做一片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，关卡音乐跟后段场景超不搭的。好像这里是马戏团是游乐园的地方，反正烧起来又不是我家的感觉。一堆火焰蝙蝠通通轻松消灭，往上射，跳起来往下射，性能优秀到实在太爽了，根本就是古早版的越南大战。建议大家下次跨年就魔界村了，男生死掉弹鸡鸡，女生弹额头。BOSS 也没什么威胁性可言，蹲下就能打到好几百下，很快进入第3关。第3关玩自动电梯，能往上射没什么困难，但是这个就很靠腰了。哦，不要！后面这段有点恶心，设计比较偏向出剑杀，看穿路线怎么走就简单了，操作要求不高。BOSS 堪称全部坠落，感受不到有要杀你的意思，反而比较像在打猎。这只云完全没什么作为，只会飘来飘去，然后它就死掉了。不知不觉，大魔界村的旅途已经只剩一半了。第4关开始有点恶意了。哇，干！喂！这只突然苏醒的毛毛虫比前女友查情还烦。它其实有个侦测点，在原地等它出生就能获得先手权，这段路难度就低很多了。后段突然变成八仙乐园跟死亡之握。原本以为是很懒觉的地方，幸好找到小诀窍，蹲攻击会停止划水，所以全部死亡之握都能进入弹道范围，剩下就是贝土穿着一条内裤跑酷。BOSS 主体是下面这5颗蛋蛋，但设定很鸡歪，这些蛋蛋心情好的时候才给你打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一直缩蛋。打它的同时，自己也暴露于危险当中。有2只8公分的守护神窜来窜去，它的运动轨道还是随机的。本来想封它为本作最强的王，用正常打法花了不少时间才过关。后来在 ND 版发现小刀可以轻松打，从2旁边的角落开始浮潜。最后打中间这颗收尾，而且是蛮好发现的。街机版同样可以做到，所以很可惜，大魔界村目前都是关卡比王还难。很快抵达第5关，看到新地方。干这一只！哎呦，这是好解决的。干什么一只？是在靠背哦。2只。开场4只红恶魔，大魔界村的比初代街机版强一点点。重点是嘲讽度十足，行为根本和苍蝇没两样，在你身边飞来飞去，双手打下去，下一秒还是在你耳边嗡嗡叫，很想拿杀虫剂喷它。后来采取抓它行动的时机点，同时跳起来狂射，有提高一点胜率。这只猪八戒应该是杰哥的4代版，攻击模式唯一比较相近的。然后下一只是意想不到的敌人。这段结构还是精心设计的杰作。上来打他之前，还要先经历这段按摩流星锤，爬到最上面打他，他的懒觉火有机会直接喷到你脸上，只能跳下去，否则变成烤肉干。又要重爬一次按摩梯再打他，过程非常麻烦。想说魔界村的尿性终于开始了，却发现被隐藏起来的一线生机。
蹲在他面前绝对不会被打到。结果这只是吓小朋友用的，他也被设计成不会踩亚瑟，瞬间从麻烦的敌人降格为血比较多的杂鱼，打倒他以为结束了，结果他只是 Boss Rush 的开端。靠钱买来的命，慢慢找出攻略法，这些都有安全性高的打法。还好制作团队还有良心啊，给玩家穿好穿暖去攻略 BOSS。苍蝇王别西卜，飞来飞去，然后吐3颗绿豆，变成一堆苍蝇往面向的方向飞过去再集结。模式就这样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但聊天室有些玩过的人称它为靠赛王。它在很鸟的地方分散，等同必死无疑，唯一只会彻底封杀活路的 BOSS。不过运气好，一次都打赢了，死掉要从第一只重打。但是大魔界村难度偏向重复作业而已，打赢的反应自然没有像初代这么喜悦。不意外出现要打第2轮的讯息，国王的灵魂向亚瑟传达打败路西法的方法。亚瑟，你终于来了，路西法现在在门的另一边，以你的状态无法战胜他，你需要再回到魔界寻找战斗女神，获得魔力。公主也有话要说，亚瑟，你穿上魔力的盔甲，打开箱子的话，一定找得到女神。亚瑟加油哦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打倒路西法。至少这段话足以让我感受到被送回去的诚意，而不是他妈可笑的幻觉。而且讯息也提供了很清楚的提示，穿上金色的盔甲打爆箱子就能找到女神，获得魔力，顺利在第4关达到这个条件。武器不能蓄气，俗称丢派，距离越远威力越小，导致打王需要一点奇妙的做法，跳起来快到地板上再攻击，才能制造出可观的伤害。不过第2轮几乎感受不到差异，也许敌人有变多一点，体感上跟第1轮差不多，但是爽度差超多啊！哇，超好玩的！干你娘！这根本就是魔界村的杀虫剂。后来发现金色盔甲还能加强丢派的距离，还附加消弹功能。我从来没想过魔界村会变成爽 game， 比三国无双还爽的爽 game， 实在是太爽了。而且还有一点相当佛心的设计，在同一天多破 ND 版发现的，即使第5关带着小刀进来，只要还没打倒别西卜，都还有机会找到女神。大魔界村开宝箱有个循环，如果穿着盔甲，开宝箱的奖励顺序必定是魔法师、金盔甲、武器。魔法师会把亚瑟变成老人跟鸭子，这一直都没机会讲。如果穿着内裤，顺序是魔法师、武器、盔甲。第5关从复活点到别西卜总共给4个宝箱，只要穿着盔甲撑过这段，打爆3个宝箱，必定能找到女神，然后就是一阵毒打。轮到路西法送死了，超简单，只要往上丢就对了。被打到剩一条内裤也要往上丢，往他脸上疯狂砸拍就对了。路西法爆炸，王国居民的灵魂都回到本体上，亚瑟成功救回公主。最后附有一段具有故事性的剧情文字。本应该在3年前消灭的魔界被路西法复活了，想获得魔界最强之名的路西法终于被亚瑟消灭了。亚瑟3年前打败大魔王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魔界会复活的一天，为了迎接大魔界的到来，对武器做了改良，每一把都赋予了魔力。如果没有这些魔力的话，即使是亚瑟在跟路西法战斗之前，距离死亡也不远了。幸好亚瑟从大天使米迦勒获得打倒路西法的武器精神加农炮，经过一番苦战，终于打倒路西法，被路西法吸入体内的灵魂得到解放，命在旦夕的公主也复活了。在亚瑟骑士的帮助下，世界再度恢复和平。但是总有一天，魔界要借人某人之手复活，也不足为奇。亚瑟的战斗真的结束了吗？大魔界村在这里写下休止符，不过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救回我的 Switch 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我是 TG 讲游戏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新年快乐！